你曾经补过习吗？根据教育部的统计，台湾的补习班数量逐年增加，高中生每3个人就1个有补习。究竟为什么台湾人这么爱补习，而补习的风气又是怎么形成的呢？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台湾的补习班文化吧。本期节目由 Giloo 即时影音赞助播出。Giloo 线上影音平台提供各种电影、纪录片，带你一起用不同角度看世界。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我们以前做过一集讨论台湾学生要不要延后上课的议题，当时有提到上课时间很长，从早上的7、8点到下午的4、5点，下课之后还要匆匆忙忙的赶去补习班上课到深夜才能回家。补习已经几乎变成许多台湾人的共同经验，像是一间坐满了200、300人同时上课，甚至是坐在没有老师的教室里面，看着老师呢在其他间教室上课的转播。而为了准备大考，有的补习班还会推出冲刺魔鬼营，在最后的100天，早上8点进去，晚上10点才出来，而中间呢都不能够离开。接着这一集是我们会员福利的议题学院池选出来的题目，我们主要会以高中生、大学的补习班为焦点，一起来聊聊台湾的补习班究竟有多疯狂，而补习班又为什么会这么盛行。台湾最早有记录的补习班，大概在国民政府来台之后不久就出现了。以台北市来说，大约在1950年代就出现了由台大数学系教授创立的大同补习班，是当时台北第一个以升学为导向的补习班，也是第一个以企业化的形态公开大量招生的补习班。而后来又有越来越多从中国过来台湾的师资，也陆续开设了这类的补习班，成为了现在我们看到的升学补习班前身。而大约在1970到1980年代，补习班之间的竞争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有许多知名的补习班就是在那个年代成立的，例如像是学人啊、建儒、儒林，还有台大补习班等等。而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补习班，大部分都设立在交通枢纽附近，方便吸引来自各地的学生。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地区的补习班都会聚集在火车站啊，或是公车路线汇集地的附近。例如像是台北车站附近的南阳街、高雄火车站附近的补习街，就是因此吸引了不少的补习班。而随着补习班的设立，还有学生的聚集，也连带的吸引了许多餐饮摊贩的聚集。而这个时期大量出现的补习班，也让补习班之间的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有很多夸张的竞争手法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补习班为了要招生，会用尽各种不同的宣传手法，就是要吸引到更多的学生。比较一般常见的，可能就是到学校门口发传单啊、发面纸，或者张贴超大的看板广告或是反复广告，宣传自家学生录取名校的英雄榜。而有些补习班为了要让这个榜单更好看，还付钱给考上好学校的学生，跟他们借名字来贴在榜单上，而这也就是所谓的买榜。那有些补习班还会想尽办法搜集学生家里的联络电话，然后直接打电话到家里宣传补习班的好处跟资讯。那我们也在网络上面看到有人说，有补习班老师会付钱给学生买下学校班级的通讯录，借此获得其他学生的联络方式。而有的高中补习班呢，还会跑去国3生的补习班宣传说，上高中呢是一定要补习的，不然呢你们一定会跟不上别人。你们看某个那个叉叉叉，他成绩好的学长姐呢，选我们家上高中就很稳。而此外呢，有的还会标榜名校考题，甚至是大考精准猜题来吸引学生。而除了这些一般高中课程的补习之外呢，寒暑假也会有先修班，提早上下个学期的内容。而升上高3之后呢，也会有帮助学生准备大考的全科班、医科保证班、第一志愿保证班，甚至是魔鬼训练营和重考班之类的班级可以报名。不过补习的费用通常来说呢，也都蛮贵的哦，一个学期的费用呢，从数千块到10几万块都有，而对家长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因此有很多补习班呢，也会祭出各种的学费优惠。补习班通常在宣传课程资讯的时候，还会同时告诉你各种优惠来增加听课或是报名的诱因。从学生的角度来说，很多补习班会说去试听就可以拿到试听费，介绍别人来补习，如果最后真的有报名的话，还可以另外拿一笔介绍费。而这些呢，对于零用钱不多的国高中生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吸引力。而除此之外呢，有不少的补习班会发奖学金哦，吸引成绩好的学生来上课，也会标榜说呢，如果全勤的话，会退还部分的费用当做奖金或者折扣。有一些补习班会推出限时早鸟优惠哦，通常早鸟报名缴费可以比较便宜，也能够获得优先选教室座位的权利。而这个部分对于爸妈来说就会是蛮大的吸引力。早点报名呢，不只可以省点钱，还可以帮小孩选到比较好的位置。而在这些宣传啊，还有优惠的吸引之下，很多人呢是在爸妈的要求之下开始去补习，又或者是看到很多同学都会补习，于是决定也要一起去上课。总之呢，台湾超蓬勃的这个补习文化也孕育了好几代人共同的补习班回忆。
如果说有100个人补习，大概就会有100种不一样的补习经验。但是呢，台湾各地的补习班还是有不少很类似的经验。比方说，很多补习班的教室环境呢就不太理想，不止座位不大，空气还不一定很流通。特别是放学之后呢，大家会在教室吃晚餐，那股混杂着这个食物和流汗的气味，真的是蛮难忘的。而除此之外呢，在补习班上课，后边的人很容易被前面的人挡住，有些人数很多的班级坐在教室比较后面的地方，还不一定看得清楚老师在黑板上面写什么内容，所以很多补习班呢也会在教室各个角落安装电视，同步转播老师上课的板书。那很多补习班也会同时把上课的过程录起来，让请假的学生可以另外找时间来补带，这样子呢就不用担心会有落掉进度的问题了。而此外，有些补习班还会有体罚的制度，借此来鞭策或是威吓学生。那么还有查到一些特殊的班级，例如像是大考的冲刺班，还会有特殊的规定，像是有些会规定周末一大早就要8点到教室，整天都要关在教室里面念书写题目，不能出去。而午餐、晚餐补习班都会帮你打理好，甚至有的还会发那种类似必胜头巾，要大家一起喊口号做伸展操。不过话说回来台湾补习班风气之所以那么的旺，相信大家都猜得出来，主要是因为台湾还是很看重升学。但是升学主义跟补习班之间的关系，有可能比想象中还要更加的复杂。让台湾补习风气盛行的因素有很多，例如有些人认为补习班的存在能够补足学校不足的功能，例如不是每个学校老师都教得很好，也不是每个班级都有很好的读书风气，又或者是因为学校老师授课时数有限，没有办法呢教解题技巧或是统整等等，因此强化了补习的需求。另外，学生的社交需求或是同侪压力，也是有人认为是大家会去补习的原因之一，这也或多或少都进一步加强了台湾人去补习的文化。但有趣的是，我们查了一篇研究，里面的分析指出呢，补习班的盛行跟升学主义两者几乎可以说是互相的影响跟拉抬。早期是因为大学难考录取率低，再加上社会对于高学历的憧憬，所以每年重考班都非常热门，几乎可以说是升学主义就是补习班生存下去的条件。后来呢，为了要淡化升学主义的色彩教育部开放民间出版社可以编写教科书之后，许多补习班为了生存，反过来用各种宣传来巩固升学主义的价值观，比如说自编讲义涵盖各家课本，或是最完整的内容整理，让你的孩子不会输在起跑点上等等，来吸引家长把孩子送去补习班。不过最近几十年来呢，因为大学录取率上升还有少子化的关系，补习班产业的运作方式也产生了不少的变化。由于最近的几十年的大学录取率上升导致重考班的市场越来越萎缩，再加上少子化的关系，人数少的家教班还有社区型补习班也渐渐的开始流行。有些补习班呢，甚至也开始把高职生也纳入招考范围。不过最近20年的教改呢，虽然影响了补习班的经营方式但对整个产业的影响还是有限。从数据上面来看，虽然补习班的总数呢，在最近10几20年内只有微幅的上升，但是为了升学做准备的文理补习班数量却持续的在增加。甚至108课纲上路之后呢，还出现了教你怎么做学习历程档案的补习班。而此外，根据教育部最近一次呢，在107学年度的调查，高中生补习的比例大概是1/3，国中生更高，大约有60% 的学生有补习。而补习费的支出呢，也破纪录平均每个高中生一年要花57000多块的补习费，显示学生补习的需求并没有明显的减少。不过2021年台湾疫情期间呢，学校还有补习班都停课，使得原本蓬勃的补习业也受到了严重的打击，特别是中小型的补习班忽然就失去了收入，也没有能力快速因应，因此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呢，就有数百间补习班决定停业了。在进入观点以前，我要特别感谢志祺77的所有会员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的运作这个频道，跟大家一起研究各式各样的议题，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这个资讯栏的连结加入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好的，那回到补习班的话题上，我们的团队呢跟很多人一样对以前学生时期的补习经验印象都不太好，觉得去补习不只压缩了自主学习跟探索的时间，休息还有睡眠的时间也都会受到影响。不过我们发现有趣的是现在很多人出社会之后呢，却不会排斥在下班之后另外报名课程学习新东西。但是这个状态跟以前国高中下课之后去补习其实都还蛮像的，都是辛苦了一整天之后再去另外一个地方上好几个小时的课。我们觉得在这两个情境的感受上面会有这么大的差异，核心原因很可能是来自于自主性的不同。当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去补习的时候，很容易呢就会有被强迫或是不自由的感觉。那虽然升学主义跟补习班都有它的问题存在，而且短
时间内大概很难有明显的改变。但我们觉得或许可以换个角度，把补习视为一种辅助学习的工具，工具本身并没有什么好坏之分，只有适不适合的问题。如果我们能透过思考自己需不需要，自己适不适合，清楚的知道自己去补习的理由，让补习变成是自己主动做出的选择，排斥感大概就能够减少许多吧。好的，那今天聊了这么多疯狂的补习班文化，我想问大家，你曾经经历过或者听过最难忘的是什么呢？有补习班呢想要跟我买榜，把我的名字贴在他们家的榜单上，逼补习班直接打电话到家里跟爸妈去宣传去补习的优点。C 去大考冲刺班哦，周末一整天都关在里面不能出来，还要一起喊口号啊，做运动。听其他留言分享你的经验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台湾的补习风气是怎么形成的。此外呢，也可以你这个地方看学习立正档案的争议，以及学校延后上课可行吗的相关讨论。那么今天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明晚再见喽。